上海苏州自由行，一共会分为8集，来到第5集，记得可以先去看看完爆上海苏州以及上海苏州行前总攻略这2支影片，我们会手把手带你规划自由行。在影片开始前，请先按下订阅，才不会错过后面的新影片。皇宫最新推出的韩式海鲜煎饼，在家也能像在韩国一样享受热腾腾的海鲜煎饼。今天我们来到上海迪士尼乐园。上海迪士尼有全球最大的城堡，以及首创主题园区、游乐设施。出发前最重要的就是买门票啦，门票可以到上海迪士尼的官网购买，链接我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。购票前要先注册会员，会需要输入手机号码验证。接下来就会有很多票种可以选择。如果你是在出发前至少10天买票，可以选择早鸟票，就会便宜50块人民币。另外就是有包含快速通关的尊享卡，就自行斟酌要不要购买。如果你不确定的话，可以入园之后再买也可以。后面会再介绍尊享卡的种类。付款之前就要先填写台胞证的资料，所以一定要有台胞证之后再来购票哦。当天入园也记得要携带台胞证。另外可以直接下载上海迪士尼的 APP， 里面就可以购买门票，入场也会需要使用到 APP。另外可以到 KKday 去买门票，选购跟结账的方式也更简单方便，链接我会放在下方资讯栏，可以去看看哦。买完门票之后，如果有同行伙伴，可以创建游玩组，有3种方式可以加入大家的门票，之后就可以一起领取预约等候卡，或是一起购买尊享卡、早享卡咯。预约等候卡是免费的，点选首页的预约就可以找到。入园之后就可以刷新看看有没有想要搭乘的设施，预约等候卡可以领，因为它不一定每天都会有开放领取的设施，也不一定，所以可以打开来看看，碰碰运气，数量有限，领完为止。接下来介绍一下尊享卡，也就是各项设施的快速通关，可以节省一些排队的时间，有很多的组合选择，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购买。这个尊享卡只可以在 APP 里面购买，从首页点进去，这里就可以看到各个套装组合，也有写出来每个套组可以使用的设施。另外还有乐园早享卡，可以在开门之前的1个小时提早入园。买好门票之后才可以购买早享卡，能提早开始玩的设施比较不用排队。我这边整理了乐园里面的热门设施，还有花车游行的路线给大家，设施的维修、开放时间以及花车主题时间或是其他的表演秀的时间表，出发前记得要到官网确认哦。接下来这个是园区里面的餐厅跟小吃的分布，到每个区域都会有不同的主题餐厅。迪士尼的可爱纪念品也是一定要买的，每个区域都有它的主题商店，可以买到不同角色的周边商品。刚刚没有介绍到的地图左下角区域是迪士尼的小镇，它不算在乐园园区里面，是不用买门票也可以逛的地方。里面有提供给小朋友玩的溜滑梯设施。这边餐厅的选择也超级丰富，可以吃到不同类型的各国料理，商店也很多哦，有时间的话都可以再到迪士尼小镇逛逛。准备出发迪士尼，要搭乘地铁11号线到迪士尼站，到站之后我们就往出口走。要特别注意的是，只有在这一间捷运站门口超商的食物是可以带进园区的，会建议大家可以买一点小点心带在身上。接下来就准备前往迪士尼，这边有提供娃娃车的租借服务。入园的人潮真的超级多，进去之前都要先过安检，所以要预留一些时间。终于进来园区了，这里是米奇大街，跟其他的迪士尼不一样，不是传统的美国小镇大街，这边的装饰都是以米奇为主题，充满欢乐气氛。这边有很多的商店跟餐厅，后面我们再来逛逛，因为我们要先直奔疯狂动物城，最热门的园区，人太多了，都要排队等入场。园区里面还有餐车卖棉花糖、爆米花等等，可爱的造型爆米花桶也可以在这边买到。这个是全球迪士尼首个以电影《动物方程式》为主题的园区，
超还原动画里面的场景，让人身临其境。建筑都融合了动物的图案、条纹、斑点和爪印。五虎俱乐部可以看到动物们跳的精彩舞蹈，还有健身房的场景。露露精品店的门口会看到北极熊保镖，就连红绿灯造景也有不同尺寸动物的设计。接着我们就要去玩热力追踪啦！一进来就是动物城警局。可以看到柜台坐着报警官，会跟大家说话，超级生动。讲完他就继续工作了，台面上还有放糖果跟麦片，里面就是警局的布景，做了很多细节，排队就可以慢慢看。也可以看到很坏的杨市长竟然越狱了，所以这次的任务就是要把他们抓回来。开始之前就会看到牛警长跟大家叮咛注意事项。我们没有买快速通关，排了2个小时，准备坐上警车出任务。一路上会看到非常多熟悉的电影场景，结合画面、音效、设施移动，非常身临其境，会变换很多的场景，充满惊喜。跟着尼克和朱迪展开疯狂追捕，各种急转弯、快速穿越，满满科技感，超级过瘾。最后还可以听到巨星夏奇阳的现场演唱。玩完出来就是商店，满满的周边商品，超可爱的小兔子娃娃，不同造型的水壶，还有精致的盲盒公仔，全部都超级可爱，每个都想带回家。接着我们来到宝藏湾，这里也是全球首个以加勒比海盗为主题的园区。干爹歌剧院门口会有时间表可以参考。我们进来看，公报来临，杰克船长之惊天特技大冒险。一开始在这边站了一段时间，会有演员出来开场。入座之后，我们坐在第一排的摇滚区，也有演员跟游客互动的桥段。剧情穿插，搞笑、紧张、刺激，杰克船长直接吊着钢索出场。配合剧情会有不同的效果，现场不管是被大炮攻击，还是烟雾弥漫、飓风、打雷的效果，都很震撼。场景突然切换，也让大家忍不住哇了一声。打斗的场面也十分精彩。最让我惊叹的是，演员被狂风吹起，一直维持在半空中表演的片段，真的是超厉害又专业。接着来玩加勒比海盗，预计排队时间要45分钟。排队时一样可以看到一些海盗相关布景。换我们出发了。加勒比海盗也使用了很多特殊效果跟科技，让这次的海盗探险很身临其境。这个也是我超推荐的设施之一。旁边有超多的宝物，商店有船长高飞，很多饰品，船长的帽子，还有海盗法箍，迪士尼海盗娃娃吊饰，捏他的肚子，耳朵就会动。米奇海盗的模型玩具，可以磁吸在肩膀上的娃娃们，更多闪亮亮的米奇耳朵发箍。接着来到探秘海妖复仇号，我们要来寻找船上的宝藏，需要找到指定数量的羽毛跟宝石，用手机拍下来。这里有吗？都找到的话，就可以回到入口处换小礼物。这艘船有3层楼，宝物有时候就藏在容易被忽视的地方。找完也把这艘船探索了一遍，很适合亲子一起来玩。接着最期待的游行来了，记得提早来才会有前排的位置哦，还有机会近距离跟迪士尼大明星互动。主题花车都有很多的小细节，搭配背景音乐超级梦幻。
看完游行之后，来逛逛米奇大街。美妙记忆屋可以购买园区内摄影师拍的照片，也有一些纪念品。甜心糖果有巧克力、饼干跟其他的零食，也有达菲家族的周边商品。雪莉梅的头套、娃娃，也有造型手套、精致的项链、手链，还有大头的拉链小侧背包。这个是可以绑在手臂上或是固定窗帘用的。娃娃跟各种造型的笔，满满的星黛露，也有睡觉系列的小吊饰，非常可爱。一组有2款的雪人造型吊饰。达菲穿了不同的动物装。奇奇蒂帝国摊有果汁、水果跟沙拉。奇妙美味屋以可奇安和米妮为主题的餐厅。整个园区也充满了米奇主题装饰。这里有蒸菜、烧烤、面条、炖菜等等的餐点。老车站商店是上海迪士尼必逛的商店，里面有最新最独特的商品，超多不同造型的达菲熊、雪莉梅的周边，种类最齐全的娃娃吊饰。这有可以挂在手上或包包背带上的设计，附帽子的温暖毛毯。可以侧背的大娃娃。接下来我们来到探险岛，达菲好友欢庆堂有餐厅跟商店，里面也有达菲家族的周边，有满满的琳娜贝尔，从娃娃到各式包包应有尽有，睡觉款的星黛露吊饰娃娃，也有各种造型发箍，还有出可以挂发箍的扣环。其他的小吊饰，雷鸣山漂流，这个是超热门的设施之一，排队50分钟，是一个水上设施，衣服跟鞋子都有几率会湿掉，因为当天天气太冷了，就放弃没搭。探险岛里面还有奇奇蒂蒂的专卖店。门口有小游戏，可以赢得特别的娃娃。里面有很多奇奇蒂蒂的限定商品，整间店都是以它们为主题。新年造型的束口袋，拉绳尾巴会动的娃娃，还有各款精致的小别针，设计的很可爱，好难选择要购买哪几款。米奇主题的耳针跟耳环，也有造型笔，包子造型的摆饰太可爱了。造型头套也是奇奇蒂蒂的粉丝不能错过的。门口不定时会有见面会。花栗鼠小厨有一点点心、牛肉泡菜饼、可颂饼等等。爆米花餐车可以买到一些造型爆米花桶，超级可爱。下一个我们玩的是古迹探索营，因为不能带相机进去，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。我觉得很值得体验耶，不太需要排队，需要吊着绳索跨越、攀爬很多的绳索跟阶梯，搭配了瀑布、水池、岩石跟悬崖的造景，增加了整体的刺激感，很适合大人陪着小孩一起来挑战。欢笑聚友会可以跟不同的迪士尼明星见面，详细的时间表记得看官网公告哦。接着我们来到梦幻世界区域，我们要前往奇幻童话城堡，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都超好拍，也是全球首座集结了所有迪士尼公主的城堡。城堡里面可以参观，非常漂亮，也有壁画讲述了各个公主的故事。奇幻世界园区有很多个设施，精彩奇航会搭着船绕一圈城堡，可以看到很多隐藏版的迪士尼经典故事。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稍早有玩的热门设施，7个小矮人矿山车。这是一个小朋友也可以搭的云霄飞车，车体是矿车，里面的场景、音效、动画都很棒。看起来还好，但实际上意外的超级好玩。
接着我们来到皮克斯玩具总动员，胡迪牛仔嘉年华也是超级热门，会加速绕圈旋转，看起来也很好玩园区里面都有放大版的玩具装饰。还遇到胡迪跟翠丝出来跟大家见面。派尔玩具店是这里的商店，可以买到很多玩具总动员的周边商品，有满满的各种草莓熊、造型头套跟衣服、水壶跟碗等等的用品。胡迪、翠丝、巴斯光年、三眼怪跟插旗的公仔，还有一些扭蛋。这个是抱抱龙冲天赛车，会坐上赛车，在 U 型轨道上面高速俯冲，还蛮刺激的。还有一个设施是弹簧狗团团转，坐上弹簧狗，在起伏不定的轨道上绕圈，速度会越来越快，可以体验到追风的爽快感。最后呢，来到明日世界，必搭设施之一就是这个创极速光轮。是比较晚才过来，大概排半个小时左右而已。会坐上摩托车造型的车辆被弹射出去，室内外的场景都用了大量的蓝光跟红光，有满满的科技感。整体速度非常非常快，感觉很快就结束了，但超级刺激。这里的商店也卖了科技感主题的商品，特殊服装的米妮跟唐老鸭。还有手机壳，旁边也有创极速光轮的展览，有一些设施可以体验互动。出来刚好碰到6点45的一空间俱乐部表演，年代摇滚金曲配上舞蹈，超级精彩。最后，众所期待的灯光烟火秀就要来了，结合了烟火、火焰、水幕、激光跟投影，让人可以很沉浸在表演中。整场的表演时间大概20分钟，现场看超级过瘾。这边也截取了一些片段跟大家分享。最后的烟火秀真的太澎湃了，也为今天的上海迪士尼一日游画下了一个完美的句点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下一集会继续带来上海景点的介绍，记得锁定频道哦。记得先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喜欢影片也欢迎分享、按赞、留言。